龙小弟，我不敢去想什么永远，我只能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上次你在万花楼里跳的那个剑舞，好美啊！能不能给朕再跳一个？其实啊，那根本不是舞蹈，是一套剑法，我给它改编成舞蹈了。而且，其实作为剑法，也得2个人一起来使，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。哦，所以龙小弟，与其我舞给你看，不如我们2个一起舞啊！我教你，这样不是更好？好啊，老大，你要是肯教朕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好的了。哎，只不过就怕自己太笨，被老大笑话了。笨没关系啊，你的学费多给我1倍就好了。哎，老大，你这贪财贪吃的本性，朕看这辈子是真改不了了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太皇太后，您吉祥。李德福，哎呀，这老贼把这汤药喷在你身上，有没有烫着？谢太皇太后关心，奴才无大碍。那还好。太皇太后，那鳌拜见到太皇太后的圣颜，病情有没有好转啊？还那样，你先下去吧。这。他忘了哀家是谁，是太皇太后，就是铁嘴钢牙，也能撬开他的嘴。看有谁如此胆大包天！转个身，再打个花，对，刺出去，对，转身，肩到这儿，上步，转圈打一个花，上步，嘿，对，反转身，嘿，不错，龙小弟，一点就通，练武奇才啊你！还是老大教导有方嘛。皇上，太皇太后请您过去一见。哎，肯定是因为你这次出宫的事情啊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朕一定会保护你的。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了。奴才李德福给太皇太后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李德福，奴才在。哀家家乡蒙古王爷给哀家捎来了一封家信，哀家要跟皇上聊聊家常，你们都各自下去吧。这。看来皇祖母不是要拉着孙儿聊家常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孙儿谈吧？是啊，哀家要告诉皇上的是关乎大清朝的国祚，你可要冷静地对待。你还认得这个吗？当然认得。据说崇祯皇帝预感乾明气数已尽，把所有国库里的宝物全都藏了起来，排名各行各业的能人异士潜伏在全国各地，打造了3个秘密基地，以备将来反抗清廷时之用。为了让后人找到这个宝藏，他命能工巧匠打造了这个铜匣，还将藏宝图和潜伏在全国各地奸细的名单放在这个铜匣之中。若要打开这个铜匣，必须同时集齐3把金钥匙。这3把金钥匙呢，第1把是在台湾的郑经手中，第2把
是在钱明余孽李定国手里，还有一把是在吴三桂手里。你想拿到它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皇祖母，请放心，孙儿一定会得到这3把金钥匙，铲除钱明势力，把铜匣里的藏宝图为我大清所用。这是你皇爷爷用过的宝剑，这剑不错呀，是一把好剑。皇祖母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那李一欢交给你的铜匣，分明是假的，你还相信他，对你忠心耿耿，用情至深吗？皇祖母，可能这其间另有隐情，也许易欢他自己也不知情。从鳌拜府里拿到这个铜匣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是个假的呀。皇上啊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也亲政了，大权在握了，哀家这个老太婆的话都不及一个小姑娘的话有分量的。皇祖母，您何出此言啊？在孙儿的心中，您一直是孙儿最亲之人呢。唉，皇上不必这样哄我这个老太婆开心了。你是大清的帝王，你既然不顾你自身的安危，国事不理，竟然擅自出宫，去追寻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。你说，你把大清朝的千万子民置于何处？你把咱们老祖宗努尔哈赤建立的大清朝置于何处？皇祖母息怒，孙儿知错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是凡人，也有7情6欲。孙儿自8岁登基，一直从未有过寻常孩童该有的乐趣。孙儿自亲政以后，更是日日忙于国事，不敢稍有懈怠。有时候，孙儿真的觉得很累，所以稍有任性，也是略作放松，还请皇祖母体谅。哀家能够体谅你，你能够体谅哀家吗？你父皇临终托孤的情景，时时想起，都历历在目。唉，母子一场啊，生离死别呀，那种痛苦，哀家是无人可说，无处可诉。因为哀家那时候竟没有时间去悲哀，去哭泣，只有想着急于把你扶上龙椅，保护好你。皇祖母，不能让祖宗留下来的大清朝让旁人占据。想想那时候你才虚8岁，你这祖母就把你扶上了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，把这千军万军的重担压在你那么小小的肩上。
想想这些就心痛啊！这怪谁呢？怪你那皇爷爷迷恋上了海兰珠，还是怪你那父皇迷恋上了董鄂妃？他们父子两个当时正当壮年呢，就撒手西去了，把这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就留给了你我祖孙俩。哎，这都是命啊！想想那褒姒至于周幽王，那西施至于吴王，那赵飞燕又至于汉成帝，梁玉环呢又至于唐玄宗。这历史上为了女色而误了国的帝王还少吗？皇祖母，孙儿。如今你身边这位李易欢，看来他要比起赵飞燕呐、西施啊这些人，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前者呢，也不过是徒有美色而已。而这李易欢身怀绝技，他可是大清的宿敌，卧在你身边的一条毒蛇。皇祖母，易欢绝非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这不过都是鳌拜报复朕和易欢，他使得挑拨离间之计而已。皇上啊，你不能执迷不悟了。你可知道，哀家今天出去见了一位故人吗？皇祖母出宫了？是啊。孙儿不知。当然不能让你知道。你要是知道了，我出得去出不去都难说。知道是谁吗？鳌拜。鳌拜？对。他不是疯了吗？不，他没疯，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装疯。这老贼呀，装得还挺像，把所有的人都骗了。来，把这都喝了。来。太皇太后如此的垂怜罪臣，罪臣后悔莫及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老贼呀，原来你是装疯啊！太后太后，罪臣有要事启奏，此事事关皇上和我大清江山的安危呀！这个老匹夫，之前就擅权专政，现在又装疯骗朕，还敢挑拨离间，诬陷朕的知己，这样追治他的欺君之罪，诛他九族。哎呀，你是皇上，皇上嘛，就只有臣子，何有知己呀？皇祖母，哎呀，今天说起这李易欢是反清的余孽，你怎么就沉不住气了？哎呀，怪不得这鳌拜呢装疯卖傻的隐瞒秘密，要不是遇到哀家，他不会说出这么许多的事情来。他知道皇上不信他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是不是要杀他的头啊？会累及他的九族。皇祖母，鳌拜的话不能信。之前他就圈地误国，党同伐异，朕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，他说杀就杀了。这样的一个逆臣贼子，他说的话，朕不会相信。皇祖母，你也不该相信。皇上啊，你说的对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鳌拜和哀家都是侍奉过大清3代君王的老人了，
他撒没撒谎，骗得过哀家这双眼睛吗？鳌拜啊，起来说话吧。罪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杀皇上？尽管皇上是先想杀你，可是他是君，你是臣，你居然敢弑君？那时罪臣是猪油蒙了心呐，请太皇太后恕罪。好了，这本老账呢就翻过去了，还是坐下来说话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坐下吧。有何事想禀报哀家呀？太皇太后，只要您老人家能让皇上保罪臣不死，并且不累及罪臣的族人，罪臣就把所得的所有情报都上呈给朝廷，由太皇太后和皇上来决断。鳌拜呀，你可是曾经救过太宗皇帝的人呢。那顺治皇帝铲除多尔衮的时候，你也是立下汗马功劳之人的，你对大清是有恩之人呐。皇上怎么可能要你的命呢？如果你不是执迷不悟的话，何至于到这个田地呀？一想起你呀，哀家这心里头好痛啊！这一切都是罪臣糊涂啊！罪臣求见皇上，虽然年少，却有经世治国之才。我大清的江山在皇上的手上，太皇太后大可放心了。你呀，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。皇上呢，刚刚替你收拾完了这个烂摊子啊，又摊上了3藩的事，让皇上是焦头烂额呀。你要是早些明白过来，何至于让皇上如此为难呢？是啊，罪臣当初只顾着一己之私，争权夺利。罪臣被禁足以后，又只想着跟皇上斗气，可是经过这半年的装疯反思，现在罪臣什么都明白了。罪臣不愿做大清的罪人，这个责任我担待不起呀。罪臣现在就有一条重要的情报要禀报太皇太后，也算是罪臣为我大清江山最后再做一点贡献吧。你说吧。这佐额图和纳赛他们是哀家的信赖之人呢，这些个嬷嬷都是哀家当年从蒙古草原带来的家仆，你就放心吧。今天这个事呢就不能透露出去，否则的话，哀家就拿你们试问。这接着说吧。太皇太后，您老人家可听说过明珠谷？当然，那是一个反清联盟的基地，那些一心想往光复朱明王朝的乱党全部隐藏在这里。多年前，罪臣就让眼线潜入明珠谷，以便能够掌握明珠谷的动向。当时罪臣只是为了和索尼、苏克萨哈等人争权夺利，一直将所得到的密报都隐匿不报，希望着有一天能够独揽大权，再建大功。你糊涂啊你！太皇太后息怒。好在这明珠谷尚未成气候，对我大清的江山还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不过这明珠谷的密探现在
已经潜入了紫禁城。这些个密探不仅年轻，而且那武功是深不可测，并且个个是精通奇门暗器、武艺独古之术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就在皇上的身边，而且皇上却对他们十分的倚重。你隐匿明珠谷的情报是有情可原的，可是这些毒蛇都隐藏在皇上身边了，你为何不早早的向哀家禀报啊？太皇太后，我的眼线得到这个消息，前来报告罪臣之时，皇上已经把罪臣擒拿，又囚禁在这府上，无法得见太皇太后圣颜。皇上又不肯相信罪臣所言，只把罪臣的举报当作挑拨离间。有几个奸细还要杀了罪臣灭口，罪臣思来想去，只得装疯，这才逃过一劫呀。他们要杀你呀？在太皇太后面前，罪臣不敢有一字谎言呐。不是有索额图负责保护的吗？哦，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已经竭尽全力保护好敖大人的安危了。可是皇上另有手谕给了别人，那奴才也没有办法。太皇太后，这件事情也怪不得索大人。这皇上有多恨罪臣，相信太皇太后和罪臣一样明白。那奸细事先给罪臣下了毒，夜里欲行刺罪臣，罪臣武功尽失，不敢应斗，只能装疯，这才骗过了他们一干人等，今日才得以见到太皇太后，将这一切